这是被誉为逆天的高分电影。时隔24年，无数人仍用这部片子打编剧的脸。90年代的香港，一个说书人在街头连唱再跳，张牙舞爪。他在讲述10几年前的一桩怪事：一个蓬头垢面的老疯子报警，自称丢了一双鞋。 嘿嘿，偷我左脚鞋的是英国人，偷我右脚鞋的是日本人。中国人的鞋让他们偷光了，无路可走，哪儿也去不了了。当警察将人制服，老头挣扎着大喊自己是雪山白凤凰。说书人讲得愈发精彩，街面上闻者驻足，汽车被死死地堵在路上。警察赶来，不由分说地逮捕了说书人。一旁的年轻人还没听爽，索性袭警，与说书人一同入了狱。这出故事说到了看守所，大小警察听着听着就把门围得水泄不通，奶茶、饼干皆双手奉上。故事讲的是谁呢？粤剧金牌编剧南海十三郎。1909年，十三郎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，清末翰林姜太史公第13子。姜太史公富甲一方，妻妾成群，最喜用自创的蛇羹宴请宾客。久而久之，这道太史蛇羹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广东名菜。太史公生育17子，十三郎天资聪慧，过目不忘，却也是活泼好动、调皮捣蛋，常常让太史公捶胸顿足，又爱又恨。长大后的十三郎与身边人更是格格不入。香港大学的舞会富丽堂皇，人人皆是洋装在身，西装革履，裙摆摇曳，唯有他一袭长衫，一把折扇，一副眼镜，鄙夷所有庸脂俗粉，轻佻浮夸。此时正值东三省之祸，十三郎看着遥望祖国的牌子，痛心疾首，对着大肆挥霍的舞会义愤填膺。突然，一位清纯佳人进入了他的视野，顾盼生姿，出淤泥而不染。十三郎瞬间就单方面坠入了爱河，他不顾体面上前搭讪，对方却只是冷冷淡淡的告知了一个名字丽丽。但十三郎凭借着这份一见钟情的火热，义无反顾。第二天，甚至跟着丽丽登上了回上海的轮船。不认识我啦？我认识你，也认识你的眼镜。哎，那我一辈子都戴着的。你也到上海去？不，我来找你是希望你别到上海去。为什么？我对你一见倾心。你真傻。不是傻，是痴。这份吃的结果无人得知，直到2年后，巡逻警察将一个蓬头垢面、衣衫破烂的贼抓到太史公的面前，太史公才认出这就是自己音讯全无的13子。十三郎往日风采不在，嚣张肆意却更胜从前。警察因得知他是姜家公子的身份，立马弯腰赔礼，坐低拂晓。十三郎立马怒火中烧，对着俩人破口大骂：岂有此理！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有贼你不去抓，只会在这儿作威作福。听到自己被香港大学除名，此后再也做不了治病救人的医生，他也摇了摇头，浑不在意。俗世之人，治不治无所谓。姜太史为儿子这副消极厌世的模样愤怒，可下了半晌棋局，又看他一身落魄，想必是在外吃了不少苦头，还是心软的为他抓背，并劝他不如就留在广州教书，也算是个差事。十三郎教书闲暇之余，总忍不住跑剧院听戏。彼时，粤剧名家薛觉先的觉先生剧团在广州演出，薛先生每每在台上唱戏，十三郎回回在台下捧场。薛觉先唱的丝丝入扣之时，十三郎跟着摇头晃脑，咿咿呀呀；唱的棋差一招之时，十三郎就指着台上满脸叹息。饶是薛觉先是木头，也不得不注意到这个总坐在第一排的常客。这天刚散场，十三郎就被2个小武生架着，请到了后台。薛觉先小心地问他是何许人也，与自己是否有仇怨。十三郎索性不客气的对着刚才那出戏大加指摘，唱的倒是还行，可那曲子词藻、公尺不对，平仄不对，毛病一大堆，实在算不上好戏。旁边编曲的师爷听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不多时，剧团的人就把十三郎轰了出去，毫不留情。素来傲慢的十三郎，这回倒是一点都不端着。第2日就拿着厚厚的剧本上门，恭恭敬敬的请人鉴赏。薛觉先本想敷衍了事，可想到那疯疯癫癫的十三郎，还是将信将疑的打开了曲本。这一看，便再也不能放下了。薛觉先第2日就向姜家递出了拜帖，捧着那本《寒江吊雪》进了姜家大门。欢饮达旦，免不了要薛觉先一展歌喉。他喝茶净手，十三郎只听了音儿，便知道是自己前人送去的《寒江吊雪》，歌喉婉转，词作肺腑，各种滋味只有自己知。十三郎目光微沉，他不由得想到自己当时在轮船是如何颠簸，为了7荤8素，百般辛苦踏在了上海的土地，死缠烂打的永义的相好，不过数日就被对方抛弃，身处在异乡，又因遭逢乱世，最终竟落得穷困潦倒，无以为继。在上海度过了浑浑噩噩的2年时光。一曲唱罢，十三郎猛然回神，就听到薛觉先在旁一脸温润的问他是否愿意做剧团的编剧。十三郎自然是欣然接受。士为知己者死，我会为您度身定做，编写新曲。你记住，
我唱的都是大仁大义之戏，我做的都是有情有义之词。好，两人一拍即合。十三郎略一思索，就以家乡之地作为自己的艺名。从今以后，我就叫做南海13郎。寒江钓雪一经上映就场场爆满，13郎一炮而红，一文难求，走到哪儿都被人恭恭敬敬地叫上一声13哥。所有人都知道这位恃才傲物的大才子前来挖角了剧团，更是多如过江之鲫。13郎只是一摆手，不用说了，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去的，慢走。要是多讲，他就会怪声怪气地学对方老板讲话。挖角的人万般脏话在心头，最终只能无奈退去。而那些渐渐没有市场的花旦小生，他则是一边嫌弃对方矫情，一边偷偷为其度身定做戏本子，再引荐到自己的剧团中唱戏。倘若戏唱的红火，还会被拍成电影，捧红一众导演明星。13郎从不出入烟花柳巷，但偶尔也会为一两件事破例。他找到一位叫梅仙的交际花，安坐如松，一脸肃穆，劈头盖脸的骂人家自甘堕落。梅仙不屑地撇嘴：出来玩玩还要戴假面具，你以为你是什么？一个男人而已。你只是自甘堕落。他拿起烟盒就要离开，13郎却背手起身，叫出了梅仙的名字。你叫江少仪是吧？排行第8，老八。这是他三哥的女儿，13郎的侄女。如今山河动荡，世风日下，江家也不比从前了。你知道我爸爸吃喝嫖赌样样齐，我要不做交际花，家里10几个人谁来养活？13郎一言不发，打量着这个侄女。第二天，梅仙就在13郎的引荐下进入了剧组面试，一经亮相，惊艳四方。轻颗香烟，转头之间就有围观者递火。叫什么名字？梅仙。梅仙成为了最红的电影明星，也学会了在闪光灯下造作的摆姿势，从灯红酒绿的地方转到了另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。13郎则是一如既往的才思泉涌，甚至可以3个故事同时创作。灵感来时，3个抄书人的手都跟不上他的嘴，更是跟不上他的脑子，往往是抄写到一半就只能搁笔歇歇，气得13郎直跳脚。27流货色。什么是27流货色？9流9流9流，加起来是不是27流啊？走就走。直到某天，一名叫唐迪生的年轻人找上门来，自称是代替的抄书人。与别的抄书人不同，唐迪生第一时间发现了前人抄书的失误。13郎只一眼就知道这小子是用心在看词儿，他也不废话，立刻开始。与之前抄书人不同，13郎无论如何思想，如何跳脱，出词如何快速，唐迪生都跟得上不说，还帮着打花腔配音调，问的问题也都在点上。就在13郎因为一句话卡壳的时候，唐迪生灵光乍现，想出正合适的下文。13郎惊喜地看着青年，不由得赞了句好小子。可在唐迪生提出要拜他为师的时候，13郎却全然不以为然。这座城里想拜他为师的人多如牛毛，唐迪生说的天花乱坠，13郎也是无动于衷。他只让人端过一杯茶，然后喝吧，把它喝了，我就收你为徒。唐迪生心中万般不愿，可为了拜师，他还是端起了茶杯。跟你开玩笑的，傻小子。我告诉你啊，好猫不留种，你听过没有啊？我连儿子也不生，我要收你为徒，别做梦了。唐迪生豁然起身，他感觉自己被戏弄，大骂13郎自大，扬言此后一定要超越他。13郎却叫住了他，也不生气，乐呵呵地看着唐迪生。敢爱敢恨，敢做敢写，这就是剧作家的本色。你再去倒杯茶来。还不去？唐迪生明白了13郎的意思，狂喜地端来了一杯茶，当场跪下。好，我们君子之交就凭这一杯茶。打那儿以后，唐迪生陪伴13郎左右，为他誊写作品，并努力模仿他的写法创作。可在一天晚上，13郎却抱着一堆元曲杂剧找到他，并对他的作品大罚特罚。你那么有文采，用不着写那么俗气的剧本来迎合观众的，笨蛋！你不也这么写吗？我可不一样。我的时代跟你的时代不同，看我戏的人10个有9个是文盲，唱词深一点也听不明白，眼光放远一点，观众的水准越来越高。写的像我那样有个屁用啊！学我者生，像我者死。唐迪生隐约间明白，学得再像也是13郎，只有将学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，才算真的学到了。师徒俩站在后台听着13郎的戏，唐迪生暗暗发誓，将来一定要做个名编剧。13郎不解。
老想成名，为什么要做个名编剧啊？我要证明文章有价。再过30-50年，没有人会记得那些股票黄金、股票世界大事，都只是过眼烟云。可是一个好的剧本，50年、100年，依然有人欣赏。就算我死了，我的名字、我的戏，没有人会忘记。十三郎微怔，他静静地听着这个青年的志向，看着他的理想抱负。可十三郎还是颇为冷淡地开口：“整天想着成名是写不出好剧本的。”唐迪生有些丧气地低下了头，在他看不见的角度，这个傲慢的师傅罕见地露出一抹笑意。好景不长，1937年，日本轰炸上海市区，广州市受到战乱波及，危在旦夕，戏班们或解散，或另寻出路。薛觉先即将返回香港，火车站口，这些戏曲工作者互相握手，默念着中国胜利的口号。十三郎却转身开始驱赶唐迪生：“你一个劲儿的在拍我马屁有个屁用啊！你要是有骨气到香港闯出个名堂，让我看看，总比现在半桶水好。还有，你别到处告诉人跟我学过编剧，你不害臊，我可害臊。”唐迪生看了师傅片刻，气愤地转身离开。这一走，唐迪生就成为了香港战后最出名的粤剧编剧。薛觉先去而复返，责怪他不近人情。十三郎只看着唐迪生的背影。阿唐的前程不可限量，跟着我，他有什么作为，我不配做他的师傅。你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？十三郎并未答话，只沉默着离开了。十三郎没有跟着前往香港，他留在广州，加入第7战区，在曲江写剧本劳军，每日唱些国强民安、男儿保家乡的戏剧，告慰士兵。可另一家的戏剧团团长是司令的关系户，每日带着自己的演员来此劳军。齊齊開心，花雨蝶爭輝。这个女人在台上扭扭捏捏的，也叫劳军。看完了还用去打仗吗？看了要洗眼睛。等出现了衣着更加暴露的女人，听着他们口中唱着的中国，十三郎无论如何也忍不了了。他冲上舞台轰走演员，与剧团团长当面对峙。你用色弹色诱三军，叫他们怎么去打日本鬼子？扰乱军心，荼毒生灵，给我砸住！哼，观众没人也多，就来撒野。识相的走开，将军一会儿来看戏。汉奸，狗汉奸！十三郎闹事被处罚，他被迫向那位团长赔礼道歉，可团长还在喋喋不休，大放厥词。你每部戏都叫人家忠君守节，中国已经没有皇帝了，你的思想太陈旧了。老弟呀，收山吧，你那套不吃香了。十三郎冷冷地看着他，下一秒，手中滚烫的茶水泼向了对方，死命地咬上了一口。被人拉开的时候，十三郎嘴里还不住地骂着“狗汉奸”。没错，疼死我了！疯的是你们！疯的是你们！你们全都是疯的！你说什么？而他的身后，可那群演员模特又开始了更露骨的演出。十三郎被赶出了军队，因为这事儿再也没有戏班请十三郎写戏。他为了生活，走进了一家标榜时髦的戏剧团。只见舞台上出现了一群大猩猩和一个女人。十三郎压着火气听团长讲这出戏：猩猩强娶民女，生下小猩猩，18年后劈山救母。哦，那就是宝莲灯禽兽版。这桥段也让你想出来。哎呀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打完仗以后，观众要回来看戏，不用点新招怎么能行呢？啊！新招，难怪你会写什么谢美儿大闹水晶宫，甘地会西施，希特勒梦会蔺相如。十三哥，请你帮帮忙啦！写剧本的这个小子找了个有钱的老女人，跟他一块跑到美国去了。剧本写到这儿就没人写了，你看这怎么办？十三郎抽了口烟，答应续写剧本，只3天，这出戏就上了舞台。只见原本的女演员上台，在被猩猩伤害之前就开唱，义正言辞，苦口婆心。国难当头，无论男女都应抛却杂念，武力收复失地，齐心协力去打狒狒。十三郎在台下看得喜上眉梢，旁边的团长眉头却锁得越来越紧，急忙叫停演出。又不对呀！十三哥，怎么又是打仗啊？巾帼胜须眉，禽兽也忠肝义胆，猩猩打日本鬼子。哎呀，刚刚才盼到和平，观众看见了打仗就发抖啊，还是变通一下吧。我还不变通吗？连猩猩都肯写了，还不给我变通？换了以前，我肯帮你写猩猩啊。要不写的神怪一点，越怪越好。结局的时候再来个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哦，结局嘛，恶有恶报。那么之前怎么下流下贱都行了。与剧团团长不欢而散，十三郎不肯妥协，很快就没得饭吃。周日坐在茶餐厅里，看着吃的发呆，偶尔还要应付落井下石的同行人。梅仙就是这时候找上门来，他妆容精致，珠光宝气。十三郎看见他也没了好气儿。这些天看到大戏演员名单，一眼就看出他是为钱接了活。这么容易还用苦学一辈子吗？科班出身不是白学吗？
梅仙不愿再谈那场圈钱的戏，给叔叔点了烟，说出来意。此番过来是为了请他写电影剧本，他这也算报答叔叔当初引荐之恩。当电影成品上映的时候，十三郎当场就炸了，他的剧本被导演改了。想怎么会复活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是睡公主啊？忠良去打日本鬼子怎么会回来呀？我是这部戏的导演，我说改就改。什么狗屁垃圾导演，你根本就不重视剧本。编导演什么时候都是编剧在前，剧本是一剧之本，你不懂就别装懂，小子！你住嘴！我是导演，我有权修改剧本。你写这么幼稚的剧本，观众取笑只会取笑我，这部戏不准上映。导演被骂得火冒三丈，叫人摁住他暴揍一顿。十三郎却被直接扔出了电影院。这回他彻底被电影界遗弃，无路可去。十三郎拿着身上唯一的表去当掉，只够买一张回广州的车票。他身无分文，一身落魄的出门，却被一辆车撞倒在地。司机下车就骂他走路不长眼睛，车后座的女人却打开车门，款款走了出来。十三郎捂住伤处，转头望去，他瞬间瞪大了眼睛，是丽丽。他设想了无数两人重逢的场面，可绝不会是现在的狼狈不堪、穷困潦倒。他想上前问丽丽的近况，一个外国男人出来拦住了她，是丽丽的丈夫。十三郎被推倒在地，动弹不得。外国男人随手抽出一张钞票，让门童帮忙找医生，然后丽丽就与丈夫一同离开了。门童站在伤痕累累的十三郎面前，将那张钞票塞进了自己的口袋。十三郎捡起坏掉的眼镜，喃喃自语：不可能啊，他不可能不认识我呀！就算不认识我，也应该认得这个眼镜啊！他赞美过这副眼镜。他脸色苍白地走进火车，口中翻来覆去的就是一句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早不出现，晚不出现？偏偏在我最潦倒的时候，你才出现。他的前半生肆意张狂，意气风发，可偏偏是在最穷苦、最难堪的时候遇见最爱的他。他的那些自尊与骄傲，仿佛都随着丽丽刚才的那一句要饭的而消失殆尽。十三郎坐在门边，向身后望去，无边的黑夜。他纵身一跃，跳了火车。十三郎并未摔死，得了脑震荡，没了大部分记忆，从此丧失了一份清醒。十三郎被江太史接回了家中，大部分时间他都是疯疯癫癫、懵懂无知的。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再也不愿意洗澡。江太史早已年迈，也不强迫他，只慢慢拿着拐杖给他挠背。广州解放的时候，十三郎在家中挥舞着扫把大喊：汉奸一定要杀，走狗也要杀，那些不会编剧的也要杀。江太史贪心出事儿，把十三郎送到了香港。1950年以后，很多人在香港中环的石板街、永吉街发现过十三郎。他一身破烂，又居无定所，与人说话也是常常语无伦次，让人不知所云。这天，他尚在街头流浪，一个身着干净的年轻人发现了他，并强硬地将他拽回了家。家中华发半生的男人，正是早年道别的薛觉先。他唱了一辈子戏，如今嗓子出了问题，才算是退了下来。薛觉先多年前不放心十三郎，一直派人暗中打探。他把十三郎按在留声机前，给他听那首两人结缘的《寒江钓雪》。十三郎头疼欲裂之后，果然想起了他。薛觉先第一时间注意到了他破碎的眼镜。哎呀，其实做人用不着看得太清楚，过得去就算了。酒足饭饱之后，十三郎依旧不愿意洗澡。我经常洗心。做人最要紧的是心干净就行了。听到薛觉先要给他治病的时候，十三郎第一时间找借口逃跑了。薛觉先叫不回他，也不愿意看曾经的兄弟挨饿受冻，只吩咐团中的师兄弟，倘若再看到十三郎，就给他一点钱；到了陆羽茶餐厅，就给他一点茶喝，总是要多照顾照顾他。十三郎去茶餐厅喝茶的时候，总是将报纸倒过来看，锻炼自己的眼力。伙计从包间送来一首曲子。里面的老板说，如果你能填上这支曲子啊，他就亲自的来敬你3杯，要么你知难而退，给他滚得远远的。什么？我也是直话直说嘛。什么曲子那么了不起啊？夫子门前卖文章，光是这支金笔呀，你这辈子也买不起。我呸！我懂。太娇窗夜雨，这是古曲，欺负我不懂啊！我写公车谱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呢。别吹牛了，你这疯子！好，就跟你玩玩，学着吧你。上車共了，共了共且翻了，相見若似夢，自從別去重啊重，此刻再重逢都只尺隔啊萬重。小兒科平平無奇呀、
叮當叮當叮，我再見恩師，心中百般痛，仿似寶劍麗水塵半風。昔日壯志與才氣全告終，江中雪，淚影兩朦朧。13哥，继续填呐！啊！孤負百牙琴，你莫歌難自控，知音在浮沉，俗世才未中。看到唐迪生的第一眼，13郎转身欲走，他并不想以这样的姿态见到过去的那些老友。可唐迪生拽住他大腿的时候，他还是有些委屈的发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凶啊？”风水轮流转，现在我来教训你，知道吗？师生相视，眼泛泪光，看着彼此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如同多年前一样。唐迪生恭恭敬敬地再敬上一杯茶。13郎想起过去那句君子之交，含笑接过了。唐迪生有些心酸地看着他，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给他，跟他约好了明晚戏楼见。13郎面对昔日的徒弟，总是心软的。第二天，他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兴致勃勃地前往。还没进大门，就看到一圈围观群众。等13郎挤进去，看到的就是唐迪生心脏病突发倒地的身影。13郎扑过去。阿唐，我看，他是我徒弟呀！救护车的后门关上，那副苍白僵硬的面容是13郎见唐迪生的最后一面。唐迪生红极一时，英年早逝，成为了香港粤剧界的绝响。此时的13郎因为精神上的巨大刺激，在警局大吵大闹，被警察送进了精神病院，一住就是5年。出院后，他见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梅仙。哦不，梅仙已经死了。我是江少仪。13郎看到他胸前的十字架，才知道眼前的素净女子信了基督。江少仪十分坚决，要带叔叔回教会改造。13郎对侄女的说法不屑一顾。什么非要我信耶稣呢？我跟他并不很熟啊。信主可以上天堂，你想不想上天堂啊？天堂太远了，这儿就是天堂。你看，有很多天使啊。你不要侮辱耶稣。我看侮辱耶稣的是你。你无缘无故的要我去见耶稣，耶稣未必有空来见我。信主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。哎呀，永生不是更痛苦？想死死不了，我不干。迅速甩开了他。江少仪无奈地看着他，屏气凝神，继续祈祷。13郎进了一家寺庙做庙祝，他精通粤语、英语、德文和法文，给外国人做寺庙导游，收到的香火钱也越来越丰盛。英巴马克样样有。所以说，人心佛心本自无二，一念相应，自然香火鼎盛啦。13郎这一天迎接了一位眼盲的香客，他为自己的主家登记来超度亡魂。南海县姜太师孔英灵佑。13郎愣住了，这是他父亲的名讳。他仔细端详眼前人，正是昔日陪伴父亲左右的仆从。他颤着声询问父亲的死因，大概是58年三反五反的时候吧。我家老爷被人清算了，说他是大地主，要把他抓回原籍受审。我家老爷死也不肯承认自己是反革命，最后在监狱里不肯吃东西，绝食自杀了。眼前人还要再说，13郎却再也听不下去，起身走了。他恍惚着离开，不住地念叨着要出山了，要离开了。再然后，他蔚然一笑，这世间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13郎到了晚年，住过精神病院，住过佛堂，他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，疯疯癫癫在路上行走。旁人见到他，皆是指指点点，仓皇躲避，避之不及。故事到这里，说书人就不继续说了。他出神地想着，那时年幼，他在街边碰到还算强健的13郎，从此大乞丐带着小乞丐，他跟着13郎进过陆羽吃茶，在街边睡过大觉，看过旁人看不出来的雪山白凤凰，然后在一个清晨与13郎失散。回过神，旁边的人还在不住的追问，然后呢？他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啊？13郎的命运如何了？说书人淡淡的开口：总之他是个天才，不过我告诉你们，千万别以为自己是天才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天才只有2个结局，一是早死，就像唐迪生那样；2是疯了，悲剧收场。我不明白，
因为天才是永远不会跟世俗妥协的。13郎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？不知道，我很久没见到。突然，苍老的警察局长开口，他见过13郎。在一个寒冷的夜晚，巡逻警察在路边看见一具僵硬冰冷的尸体，尚且中年的局长对身边人提起早年那个疯子报警丢鞋的事儿，引来旁边一阵发笑。谁会偷这样的疯子呢？局长不忍地看地上，转头叹气。他开始转述那句话。他说：“偷我左脚鞋子的是英国人，偷我右脚鞋子的是日本人。中国人的鞋子被偷光了，所以他走投无路。”这回再也没人发笑，他们沉默地看着地上，找了一双新鞋套在他赤裸冰冷的双脚上，那张雪山白凤凰则盖上了他的面容。13郎到底是真疯还是装疯？或许根本就没有疯过，这些都无人知晓。心生泪影女儿香，燕归何处觅残塘？红消稻叶寒江雪，痴人正是13郎。说书人第二天得到了释放，临走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一个潦倒编剧在讲另一个潦倒编剧的故事。说书人背着包离开，路人行人各异，举着电话找信号的商务人，无依无靠的流浪汉，心怀戒备的女士，伸手要钱的乞讨者，喊打喊杀的年轻人，在这些人群中走过，说书人突然撞上了一位不羁的路人，戴着一副眼镜，一袭白衣，挂着一副熟悉的面容，吹着特别的曲子。说书人震惊地看着他，来去如风一般，颇为自由地消失在人海。他盯着盯着，慢慢就释然了。无论他是谁，都希望他可以潇洒快乐地度一生。这是1997年传记电影《南海13郎》，讲述了越剧编曲名家姜玉流的故事。毫无疑问的，13郎是个天才，所以他也具有了那份天才的傲气。他鄙夷世人的世俗与媚俗，可他也是个正统的天才。他有情有义，忠肝义胆。在太平的年代，他可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，他可以以高超的天赋自大。可遭逢乱世，他的自傲无人容忍，更遑论那些原则的坚守，那份爱国的热情。他在尘世中浮沉，不敢妥协，可终究没了爱情事业，丢了尊重体面，失了家人知己。他已不愿被磨平棱角，撞得一身伤痛。我们不是天才，我们只是为世俗妥协的普通人。观看这个故事的路人，我们甚至没有怜悯他的资格。他是雪山白凤凰，他不愿自己洁白的羽毛被这肮脏的世俗污染。我们只能仰望他那份才华，羡慕他那份洒脱，然后旁观着他的陨落。恰如剧版片尾曲的歌词一样，你请不必打听我大名，望望无际星夜，仍旧照亮你这一刹心境。我是焦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